大编导音大吉。刚才那一幕是某宾馆内监控拍下的画面，一名女性在凌晨时分突然大声尖叫跑出房间，却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强行拉拽回去。这背后是一次网友见面后的决裂，没有原则的放纵，在婚姻之外寻找情感寄托和一时的欢愉，那或许给家庭带来毁灭，甚至葬送自己的性命。通过今天的内容，你会了解到贸然和网友见面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2015年2月8日，农历腊月20，距离春节只剩下10天。这天，安徽马鞍山市警方接到一通报案，一名来自安徽合肥的男子说，妻子王女士5天前去马鞍山见一位闺蜜，从那之后就失联了，打电话都是关机状态，而且他那位女性朋友也并没有见过王女士。报案人和妻子感情和睦，去年2人刚有了孩子，他们在合肥经营一家5金用品店，收益稳定，也从没有和别人结怨，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可妻子王女士就这样突然失联了，家人都非常担心，1岁的孩子也经常哭着找妈妈。那警方随即对王女士的身份信息进行检索，查到她在2月3日确实到了马鞍山，并住进了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宾馆监控拍到当天下午6点，王女士一人带着行李箱到前台办理手续，拿到房卡后乘电梯上楼，入住1453号房间。那是一个有大圆床的房间。根据宾馆记录，王女士仅入住1晚，第2天就退房了。为寻找线索，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录像。此时，一个蹊跷的事情引起了注意。在监控中，只能看到王女士入住宾馆时的画面，却无法找到离开的画面。退房的时间是2月4日的早上8点28分。前台监控拍到的竟然是一名男青年，身着一件套头衫，把衣服的帽子戴在头上，带着2个行李箱，一大一小。经报案人王女士丈夫和在马鞍山的朋友的辨认，都说不认识监控中的这个人，无法获取他的身份信息。这名神秘男子和失踪王女士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宾馆是24小时不间断录像，进出宾馆的人都会被拍到。警方很快就通过监控发现，在王女士入住宾馆6个小时后，2月4日凌晨0点19分，那名男子果然出现在了14楼的监控中。他从电梯口出来之后，径直走向了1453号房间，只身一人，手中没拿任何东西。到门口按响门铃，屋内没有反应，然后又敲了几下门。房门打开后，直接走进房间。因为监控中王女士没有再离开过房间，所以可以确定就是他给男子开的门。男子走进去的状态很稳定，不是强行闯入的。10分钟后，男子再次走出房间，很快再次返回，依然是王女士把门打开。警方继续排查监控，终于在凌晨2点钟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画面中夺门而出的女子正是王女士，只见她刚踏出门口，很快就被后面的一双手给拽了回去，而且这个拉拽的力度非常大，硬生生给拉回去的，双脚甚至都已经腾空。可以看见她的脚上并没有穿鞋，说明她跑出来的心情很急迫，面部表情显得很惊慌，看嘴型应该是有大声呼救。当她被拽回房间之后，房门很快就被关上，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从这里，警方判断王女士的失踪一定和这名男青年有关系。凌晨3点46分，男子鬼鬼祟祟将房门打开，伸头观望了一下楼道里的情况，然后再次关上房门。4点45分，房门再次打开，男子独自一人走出。这次他把帽子给盖到了头上，手持房卡走向电梯，下了电梯离开宾馆，走到了一家网吧，买了一瓶果酒之后离开。5点22分再次进入房间，这次是自己刷卡进去的。早上6点43分再次出门，在1楼和前台服务员做了一些交流。就这样，短短一夜，他多次进出，直到7点48分，男子最后一次回到1453号房间。这时候可以看到他拖来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8点19分，他最后一次离开，拿出行李箱的时候，可以发现他怕箱子散开，还特意在大行李箱上绑了一根绳子，同时还带走了王女士的小行李箱。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这个大的行李箱拉了一下没有拉动，然后又改成推着走，但是推起来也比较费劲。
那个大行李箱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王女士的身高是1.48米左右，理论上这个身材是可以放进行李箱的。结合以上种种情况和以往侦查案件的经验，警方大胆推测，王女士可能已经遇害。上午8点28分，男子推着2个箱子来到宾馆前台，办理了退房手续，然后离开。那警方进入1453号房间进行调查，但因为已经过去多天，房间有多人入住，那现场的各种遗留证据就无法甄别。经过对宾馆员工的询问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就是2月4号这天退房之后保洁人员像往常一样清理房间但在清理1453号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乱，床上的被子缠绕在一起，而且这个床头一侧的床单和枕头上有几处血迹。因为此前的工作也经常会发现相似的血迹，所以工作人员就感觉问题不大正常清理更换了床单和枕套，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儿。那根据这个线索警方在1453号房间进行了现场勘查，果然在床上的枕芯中提取到了血迹，后经 DNA 比对也认定这就是王女士的血迹。她和一名男子共处一室，那一夜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王女士在生命的最后又遭遇了怎样的恐怖时刻呢？那警方立即调取宾馆周边的所有探头，一路查看，发现男子出来之后并没有打车，而是拉着2个箱子在街上一直步行。那猜测应该是找机会把箱子进行遗弃或者是藏匿，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掌握他的行踪。但监控的盲区却让线索中断，男子不知去向。因为他一路携带行李箱行走在人口密集的区域，早上8点多又正是上班高峰期，如果他想乘坐交通工具大范围转移，那带2个箱子上公交车的概率不大，所以警方把注意力放到了排查来往的出租车上面。经排查，一位出租车司机回忆起了这名男乘客。因为司机看到客人的那2个箱子这个比较重就下车准备帮他把2个箱子塞进后备箱，但被对方果断拒绝，全都自己操作了。男子上车之后告诉司机到汽车站，准备去宣城市的郎溪县。因为从马鞍山去郎溪只有那一个汽车站，所以司机就开车准备把他送到地方。可当车还没有行驶到目的地，上午10点左右，那名男子突然提出停车，下车的地点是马鞍山的红旗桥，这个位置聚集着大量开往外地的出租车，而这又是监控的盲区，线索再一次中断。但根据男子曾说想要到郎溪的情况警方就专门安排了一组人员赶赴郎溪县，在郎溪县的国道和高速出口开始调取大量视频，排查所有经过路口或收费站的出租车。因为马鞍山市和郎溪有2个小时的车程，警方就调取了中午12点左右的监控。果然有一辆出租车引起了注意。通过对乘客衣着和体态等等特征判断，这个副驾驶上坐的人就是一直在寻找的男青年。警方通过车牌号迅速联系到了司机，司机回忆男子在郎溪县十字镇的一个小区附近下车，因为那附近是一片安置房小区，缺少监控，好多拆迁户都住在那里，人员繁杂，并且流动性很大。那经过长时间的排查，发现很难找到相关线索，因为监控画面拍摄比较模糊，又不清楚他的身份信息，所以调查工作很被动。警方决定转变破案思路，还是从监控视频入手。那事发宾馆的监控已经拍下了他出现的时间点，而且一直追踪他的行踪，工作量非常大。如果能获取他的身份信息，那一切就好办了。因为事发后的凌晨男子直接走进了一家网吧，猜测他极有可能对这周边很熟悉于是开始反向追踪他的行动轨迹。果然发现当晚11点钟，该男子出现在宾馆之前，就是从这间网吧走出来的。再往前推，从网吧监控可以看到，他是在晚上7点多来上网，而且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完成了登记手续。网吧的实名登记系统显示，这名男子叫崔友华。经过和他身份证照片比对，确认他就是那名进入宾馆的男子。确认身份后，随即再次赶赴郎溪十字镇，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了他的详细住址，马上在他住所外面布控蹲守，准备抓捕。一天下午，崔友华一人上了从郎溪县开往宣城市的大巴车，警方一路跟随，确定了他家中无人之后，最终在大巴车内将崔友华抓获。叫什么名字？什么？崔友华。崔友华是吧？
在崔友华身上搜到了王女士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经过审讯，崔友华承认他已经将王女士杀害，并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崔友华和王女士之前并不认识，两人只是网友关系。他到马鞍山跟王女士见面之后，见财起意，才将其杀害。事后正式用行李箱装着被害人尸体离开宾馆，而后埋到了离家不远处的树林里。根据指认，第二天警方找到了那个埋在林地里的行李箱。崔友华生于1987年，家住在宣城市郎溪县。2015年1月，他在一个聊天群中认识了家住合肥的王女士，两人年纪相仿，并且都认为婚姻生活无聊枯燥。几天的互动聊天让他们心生暧昧，后决定见面交流。因为相距200多公里，而且各自都已成家，就选择和家里说谎。王女士说2月3日到马鞍山见闺蜜，实际上是第二天2月4日才去见。借这个机会呢，他们就把时间定在了2月3日，计划在王女士见闺蜜之前呢打一个时间差，两人先来一次私密约会。2月3日，王女士和崔友华如约来到马鞍山。王女士先从合肥赶到之后，到宾馆办理入住。他们约的见面时间是夜里12点。崔友华到了之后，就先找了一家网吧消磨时间，等到约定时间才出来，到宾馆进入1453号房间。两人见面之后呢，王女士先让崔友华下楼登记身份证，崔友华就出去了一趟，但电梯还没有到1楼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主意，心想干嘛要登记啊？就在没有登记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回到了1453号房间。之后两人就发生了关系。虽然放纵之下会让人失去理智，但贤者时刻还是很快把人拉回现实。那崔友华说，事后呢，两人闲聊天，突然就聊到了房费的问题上面。那王女士提出让他明天去宾馆前台把200多元的房费结了，可崔友华身上没带多少钱，就有些犹豫和不情愿嘛。他没成想这让王女士非常生气。那双方为了谁来支付房费的问题就吵了起来。就很生气嘛，你妈的穷鬼，没钱出来玩，就这样的。然后信不信我叫人给你打成肉饼？他就说完这句话之后，开始拿手机要打电话。那时候我就害怕了，就把手机抢下扔到床上，说一句话，就说你走不掉了。那时候心里想想，我走自己想想也是啊，这14年，我说我估计我前脚走出门，还没走到电梯口，后面他就出来了。我再一想，这个罪如果闹到警察局的话，回去我老婆肯定给我离婚，这名声也不好，就想着不如顺便把东西给抢了。那此时王女士的钱包就放在床边柜上，崔友华产生抢劫念头之后呢，就把钱包拿过来，里面有1000多元的现金和几张银行卡，开始就逼问银行卡的密码。那王女士随口说了一个，那崔友华也很诧异竟然这么配合。正在他用手机验证银行卡密码真伪的时候，王女士就准备趁机逃离1453号房间，突然就跑到门口，拉开房门朝外面冲去。那崔友华大吃一惊，赶紧追上，于是便出现了监控中王女士被拽回房间的那一幕。之后王女士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在房间里大声喊叫起来。凌晨2点多了，她的喊叫让崔友华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看到床边刚好有一条王女士的丝巾，拿起来就勒住她的脖子。她说自己大脑一片空白，一直到对方没有了动静才松开手。此时的崔友华不知所措，已经死亡的王女士让他心生恐惧，他赶紧离开了1453号房间。先去一个包子店买2个包子，然后吃了一口，那时候也吃不进，肚子非常饿，但是吃不进，然后就把包子扔掉了。那之后又想去买点酒喝平复心情，但店铺都关门了，就到之前去过的网吧询问，得知也没有酒卖，最后买了一瓶果酒，然后离开网吧。凌晨4点，崔友华第3次走进1453号房间，这期间他的大脑始终都很混乱，但还是产生了转移尸体、逃避罪责的心理。2月4日早晨6点多钟，他再次走出1453号房间，来到了距离宾馆不远的一家超市，随后购买了一个最大的行李箱，回到宾馆处理现场，把死者塞进行李箱，上午顺利退房，然后带着2个箱子离开。原本就是想把行李箱随便找个地方扔一下，然后就发现也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早上路上的行人太多，扔到哪里都会很快就被发现。
最终决定带回老家郎溪县。结果回老家的第2天就被警方抓获了。28岁的崔友华已经结婚6年，周围人说他性格非常内向，文化程度不高，10几岁就离开父母，一直在工地上打工，周围没有同龄人，常年过着辛劳又乏味的生活。现实生活的孤独让崔友华迷恋上了网络。2009年，他在网络上认识了女孩刘某，没过多久就结了婚。起初2人感情很好，然而好景不长，崔友华很快知道妻子刘某患有疾病，不能生育。虽然带着妻子四处求医，但却始终无法治愈，这让他的婚姻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妻子也很排斥夫妻生活，加上崔友华不善言谈，和妻子沟通困难，他们就凑合在一起，维持着夫妻关系。那就这样结婚6年没有孩子，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家里长辈也很操心。崔友华长期在压抑的氛围里面越发苦闷，就习惯了把精力放在网络世界里，似乎在那里才能与人侃侃而谈，弥补现实中自己人格上的缺陷。而王女士的出现让崔友华的压力得到了宣泄，可这段双双违背道德的相聚也成为了一桩惨剧。王女士的丈夫怎么也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他百思不得其解，妻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王女士的安全意识非常薄弱，在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前提下，仅通过网络聊天就贸然把自己和陌生人置于封闭的空间，而且作为弱势的一方危机发生的时候又没有任何可以自保的能力，给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而崔友华因为缺少沟通和妻子的感情出现裂痕，任凭婚姻名存实亡，置之不顾，还一时冲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心生恶念，最终害人害己。纵然有再多的悔恨，也无法挽回他犯下的错误。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以及抢劫罪。2015年7月25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崔友华死刑。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交友途径拓宽，本该是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可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情感空虚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新鲜感和刺激感背后，往往也包藏了很多的隐患。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到最后不要点赞、日大就谢谢了，拜拜。